2005年是 F1 变动非常大的一年，虽然之前的视频经常提，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唠叨一遍。在舒马赫与法拉利统治围场5年后， FIA 制定了一项奇葩的规则，那就是新赛季的排位赛和正赛不可以换胎，有一套轮胎连着跑完排位赛与正赛，除非爆胎或者天气情况出现变化，否则就要接受处罚。这套新规针对的是谁就不用多说了，此举一出，简直就是往法拉利裤裆上抡了一锤，车队遭到了致命打击。因为法拉利所使用的普利司通轮胎本就不是很耐磨，而前排车队中只有法拉利是普利司通阵营，这让搭载米其林轮胎的雷诺与迈凯伦迅速崛起，阿隆索和 Kimi 也成为了夺冠热门。虽然迈凯伦才是当年场上最快的赛车，但迈凯伦的稳定性实在是惨不忍睹。那么到底有多离谱呢？截至日本站，雷诺的杆位数和分站冠军数分别以7-9和6-7落后于迈凯伦，但看一眼积分榜，迈凯伦只领先雷诺2分，Kimi 却落后头个23分之多。而且上一站巴西，阿隆索就已经提前获得世界冠军了，但 Kimi 和头个明明都拿了6个杆位和分站冠军，怎能差这么多呢？首先，迈凯伦的每本引擎稳定性太差了，圣马力诺、欧洲和德国大奖赛上 Kimi 都是在领跑的情况下退赛，而且2005赛季的引擎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霍霍了，必须要撑2场以上，这直接导致 Kimi 全赛季中有4场比赛因为更换新的引擎而被罚退10位。其次，不能换胎的新规也坑了 Kimi， 赛季第7站欧洲站才是最令人惋惜的一场，领跑的 Kimi 右前胎被磨成了正7边形，不过面对不能换胎的新规以及阿隆索的追击， Kimi 只能硬撑，最终右前轮的剧烈抖动颠换了悬挂， Kimi 再次吞下领跑退赛的苦果。也就是在这一站之后， FIA 修改了规则，为了避免类似 Kimi 的事故再次发生，只换1颗轮胎不会受罚。来到日本，虽然车手组冠军已经没了悬念，但雷诺与迈凯伦依然在争夺制造商冠军。我知道你们都想念 Kimi 了，所以来回顾一下经典的来世采访吧。Does Kimi feel robbed of the title? It's always easy to think that way, but the fact is that we were not consistent enough. We had too many problems with the car, so that's why we didn't win the championship maybe. But okay, we have a quick car, and hopefully next year we can challenge for the championship and try to win more races. 不过 Kimi 的霉运并没有结束，2005年的排位赛还有一项新规，这一年的王八屁股是真的多。在原来一圈定胜负的基础上，伯尼又制定了一个排位赛成绩加和制度，2节排位赛分别在周6下午和周日上午举行。Q1 可以用轻油跑，但 Q2 必须要用比赛起步的油量做成绩，2节排位赛成绩加和作为车手的总成绩。这时车队就有了2个选择，一是轻油跑 Q2 占据前排发车位置，二是重油跑 Q2 占据策略优势。伯尼本来想通过这个新规让正赛的策略较量变得更加激烈，但谁知道周6的 Q1 没人看了，因为 Q2 才是决定性的，所以为了收视率考虑，从西班牙站开始 Q2 就被砍掉了，车队需要用起步油量跑唯一的一节周6排位赛，一圈定胜负，出场顺序则由上一场比赛成绩的倒序决定。比如日本站排位赛第1位出场的是库特哈德，第2位是威廉姆斯宝马车队的皮佐尼亚，最后6位则是巴里切罗、费斯切拉、舒马赫、阿隆索、Kimi 和蒙托亚。这种出场方式可以让下游车队先出来扫扫赛道，实际上是利好前排车队的，但却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天气变化。日本站排位赛上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最后出场的前排车手们根本无法做出有竞争力的成绩，阿隆索和 Kimi 甚至连米纳尔迪都没跑过，分别排在第16、17，但 Kimi 要接受更换引擎的处罚。不过由于队友蒙托亚、特鲁利和蒙泰罗没能做出成绩，所以 Kimi 的发车顺位并没有改变，舒马赫则夹在2台米纳尔迪中间排在第14，有点倒序发车的意思了哈。而头排发车的2个人居然是拉尔夫·舒马赫和巴顿。这场大雨成功让丰田与英美车队的本田引擎在家乡来到最前排，这同时也是巴顿的第99场大奖赛。不过来自英国的车手已经49场比赛没获胜过了，不知道巴顿能否拿下自己的第1座分站冠军，顺便终结英国车手的冠军荒呢？但真正回到主场的佐藤琢磨落后队友巴顿 0.7 秒排在第5，而本田即将要接管英美车队，并且2006年佐藤的位置将被巴里切罗取代。已经深陷危机的萨头桑能否在故乡奉献一场精彩的表现呢？
五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库塔格像一头疯牛一样冲了出来，他干掉了萨头桑，干掉了自己的队友克林，而巴顿的起步昏厥了，被费斯切拉超过，并且还遭到库特哈德的攻击，但是他守住了。那萨头桑在1号弯转向不足走大了，试图返回赛道的时候，还用前翼把同样走大了的巴里切罗左后胎刮爆了。而看看后面的几尊大神，跟他们几个比起来，两台米纳尔迪好像看起来动都没动。Kimi 还试图在1号弯外线生吃阿隆索，不过他和队友蒙托亚发生了轻微擦碰后被超过。11号弯，舒马赫超过了小维伦纽夫，头哥攻击卡斯基安没有成功。Kimi 在卡西欧三角攻击多恩布斯，但是走大了，把位置丢给了马萨和皮索尼亚。不过卡斯基安也走大了，蒙托亚在和小维伦纽夫的缠斗中被挤上了沙石地，撞上护墙。Kimi 又把丢掉的位置拿了回来，这起事故也引发了安全车。这个16、17号弯为什么叫卡西欧三角呢？因为以前这里有卡西欧的广告，再配合上赛道的形状，所以被称作卡西欧三角。随着赞助商的更迭，2014年以后，这个地方应该叫做日立阿斯蒂莫三角。安全车期间，萨头桑进站更换前翼，巴里切罗先是换胎，然后又进了一次站，加了6秒钟的油，准备借着安全车把2停策略变成1停。而在场上，舒马赫上升了7个位置，阿隆索8个，Kimi 6个，刚跑完1圈，车王和头哥就冲进了积分区。所以说倒序发车在火星车与绝对实力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安全车在第8圈进站，比赛重新开始，舒马赫在1号弯就超过了克林，头哥也试图在卡西欧三角动手，但是轮胎缩死走大了，他把位置还给了克林。但接下来就是发车直道了，头哥吸住克林的尾流，再次完成超越。接下来头哥以1圈1秒的速度接近舒马赫，这对老对手又凑到了一起。只不过法拉利 F2005 和迈凯伦 MP418 正相反， MP418 是4个轮子顶着一坨屎， F2005 是4坨屎顶着一台车，实在是没有可以一战的实力。但阿隆索却在发车直道上放慢了速度，难道是早期 GP2 啊？不，其实是 FIA 与雷诺的沟通失误，导致阿隆索又把克林放回去了。现在头哥面对的是已经超到第10位的 Kimi， 但 Kimi 的速度跟舒马赫可不是一个量级的，头哥得赶紧过去才行。第13圈，头哥本场比赛第3次超过克林，这次总没问题了吧？不过在此期间，场上却一直飘着黄旗，这是发生了什么呢？原来是萨头桑化身鱼雷，把丰田车队的特鲁利顶了出去。在自己与本田的双主场上，萨头桑却奉献了一场拙劣的表演。哎，萨头桑，向你的本田席位说拜拜，向超级加酒里说嗨嗨吧。第14圈，领跑的劳尔夫第一个进站，难怪之前能拉开费斯切拉那么多，原来排位赛是清流跑的，想来个3停策略，领跑的赛车也就顺势变成了费斯切拉。费斯切拉在赛季揭幕战澳大利亚拿了个 pole to win， 这个杆位还是借着排位赛下雨之前做出的圈速拿到的，然后2005年他就再也没拿过哪怕一个杆位或者分冠。但目前看来，费斯切拉这场比赛夺冠的希望很大呀。此时阿隆索再次追到了舒马赫身后，他们驶过了经典的 130R 弯角。这里为什么叫 130R 呢？因为这个弯角曲率半径是130米，但2003年改成了 85R 和 340R 的组合，但距离还是不够。来到发车直道已经贴得很近了，但还是差一点。场上最快的男人 Kimi 也追了上来，以前的传奇，现在的王者和未来的冠军，这画面简直不要太美啊！但这仅仅是对第5名的争夺，而费斯切拉已经领先他们15秒了。2圈之后，阿隆索在卡西欧三角卷土重来，你甚至可以看见阿隆索车身上被气流吹起来的大力胶。发车直道上，舒马赫走了防守线，在1、2号弯之后是个左右左右左的连续弯，头哥跟不上舒马赫，也就是说头哥的机会只有卡西欧三角之前的刹车区和发车直道上，头哥必须在勺子弯之后紧跟舒马赫，这次已经贴得够紧了。130R，舒马赫走了防守线，阿隆索应该不会冒险动手，过去了。头哥在 130R 外线超过了舒马赫，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铃鹿赛道第一次有车手在 130R 外线完成超车如果我记错了欢迎来打脸。在已经获得世界冠军的情况下，这次超车更像是头哥为自己证明，我阿隆索能成为世界冠军绝不只靠迈凯伦的稳定性。接下来超过舒马赫的任务就交给了 Kimi， 但此时的头哥已经刷新了全场最快，迅速跑远了。第23圈，阿隆索进站，明知自己马上要进站加油，却还冒险在 130R 外线超过舒马赫，头哥可真不是一般的狠人啊！但 Kimi 此时却被舒马赫狠狠地挡在了身后，勺子弯之后 Kimi 不能紧贴舒马赫，而发车直道上车王又死死地守住内线， Kimi 毫无机会，但 Kimi 必须尽快超过舒马赫，否则相对于阿隆索的载油量优势就会一点点被蚕食。
而就在第26圈，舒马赫与 Kimi 同时砸进了维修区。Kimi 加油花了 8.3 秒，而舒马赫要比 Kimi 快1秒。Kimi 没能超过舒马赫，但当他们驶出维修区的时候，阿隆索却还在后面试图超过小维伦纽夫。他们两个人一同 overcut 掉了库特哈德与阿隆索，这才是最关键的。在前排车队都进过站之后，舒马赫与 Kimi 正式从第14和第17来到第5和第6的位置，而阿隆索则被困在了第9。前方费斯切拉也 overcut 掉了早早进站的拉尔夫，来到领跑的位置。而倒霉的拉尔夫此时选择了进站，压到油也不够跑完。然而另一边 Kimi 在1号弯之前过掉了舒马赫，阿隆索也追了上来。这时候的局势和一停之前恰恰相反， Kimi 超过舒马赫之后迅速跑远，阿隆索则要尽快超过舒马赫。跟了2圈过后，阿隆索试图切内线，舒马赫锁死了，走得非常大，那么他从最后一弯的速度肯定会很慢。来到发车直道，舒马赫早早的就去防守内线，但这是不可能挡住阿隆索的，头哥轻松超越，来到第5。超到第4的 Kimi 也迅速跟上了第2的巴顿和第3的韦伯，而第1的费斯切拉则在他们身前15秒。但在没有 DRS 只能靠尾流拼刹车的当时，行驶在2辆车后面乱流当中的 Kimi 也是对这2个人无计可施。跟了3圈之后，已经能看见阿隆索的身影了。第37圈，头哥进站2停 ，Kimi 的1停是在头哥4圈之后，但 Kimi 加了更多的油，那么 Kimi 大概会在5、6圈之后再2停。2圈后，费斯切拉也进站了。借此时机，让我们听一下特鲁利对萨头桑的锐评吧。You going to go and talk to him about this? There's no point because he keeps doing it. So it means that he won't learn and he won't be able to understand it. 费斯切拉出站了，正好在 Kimi 身后。零路赛道的进站损失大概是22秒，而且 Kimi 还没进站。哎呀，看来费斯切拉的冠军是稳了呀。巴顿和韦伯此时同时进站的，1停的时候，巴顿就遇到了赛车加油口的盖儿打不开的问题，而耽误了2秒。看看这次怎么样？韦伯出来了，巴顿也出来了，但慢了半秒钟。威廉姆斯成功完成了一次维修区超越。看看这镜头语言，先给巴顿，再给威廉姆斯，最后给英美车队。回到主场的本田与丰田也是够倒霉的，在家乡父老面前以最残忍的方式失去了大好局势。此时 Kimi 正式成为了领跑的车手，没了巴顿和韦伯的阻挡， Kimi 在疯狂拉开和费斯切拉的差距。第43圈 7.3 秒，第44圈 8.8 秒，第45圈 10.5 秒，第46圈末 Kimi 进站了。由于比赛只剩下8圈， Kimi 也不用加多少油， 4.9 秒出站时费斯切拉刚好驶过1号弯，一场追击战正式打响。阿隆索也不敢落后，他超过了巴顿，正在追击韦伯。来到发车直道，阿隆索吸住了韦伯的尾流，韦伯选择防守内线，但阿隆索切得更深，甚至开上了草地超过了韦伯，成功从韦伯手里抢走了最后一个领奖台的位置。刚拿完世界冠军的小伙子就是超勇的呀！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来到了费斯切拉与 Kimi 身上。11圈之前，费斯切拉还领先 Kimi 一个进站窗口的距离，在比赛还剩4圈的时候，费斯切拉就已经能在后视镜里看到 Kimi 了，1圈1秒多，这是何等恐怖的速度！就连早早退赛的蒙托亚都在屏息凝神关注着场上的形势。1302弯，两个人遇到了米纳尔迪的阿尔博斯。之前由于进站时输油管没插上就开始加油，导致阿尔博斯的赛车起火，他只能开着备用车重返赛场，这也是他被套的第4圈了。然而阿尔博斯向左靠让车的时候，费斯切拉也向左打了一把方向，这让费斯切拉损失了差不多半秒钟。不过阿尔博斯也可能会阻挡 Kimi， 但是并没有，这下 Kimi 已经来到费斯切拉身后1秒以内了。此时比赛还剩3圈，不过领路赛道的确不好超车，即使有1秒钟的速度优势，也很难保证在3圈之内解决战斗，更何况这是冠军的争夺。不过费斯切拉，你在干什么？Kimi 还离你这么远，你就开始走防守线了？你在防空气吗？出弯速度肯定是要吃亏的。来到1号弯，费斯切拉走了防守线 ，Kimi 没能过去。此时比赛还剩2圈了。又来！我都不知道费斯切拉你到底在防谁，就这么准备放弃自己的出弯优势了？发车直道，费斯切拉早早的走了防守线，但 Kimi 可绝对不会给你第2次机会。抽头外线，两人还差点碰到一起。1号弯 Can Raikkonen sweep in? Brilliant! What a brilliant move! Side by side down the straight. Grand Prix racing at its absolute finest. Kimi Raikkonen sweeps through to take the lead of the Japanese Grand Prix. 这还是我头一次听到 James Allen 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来形容一次精彩的超车。毕竟谁不喜欢 Kimi 呢
Kimi 冲线了，他从第17位出发，一路经历了冲出赛道、疯狂超车、策略翻盘，最后完成极限超越，成功来到第1的位置。冲线后的 Kimi 振臂欢呼，但请珍惜这样的 Kimi 吧，或许只有在拿到总冠军的时候，才能再次见到这样高兴的 Kimi 了。毕竟就像 Kimi 自己所说的，从后排发车一路超车，取得一个不错的名次，要比一路领跑夺冠爽得多。虽然说 Kimi 已经无缘了总冠军，但他还是用这场比赛向所有人证明，他绝对值得一座世界冠军。这场比赛已经无关总冠军的争夺了，而是一场纯粹的比赛。舒马赫、昂隆索和 Kimi 的缠斗，可以说是除了 Kimi 超过费斯切拉之外最美的画面了。但最惨的还要数萨头桑，因为和特鲁利的事故，萨头桑被取消了这站的成绩。领奖台上还是典型的 Kimi 式庆祝，费斯切拉和头哥还在喷香槟， Kimi 就已经开始自己蹲了。不过迈凯伦虽然赢了这一场，但还是输掉了制造商冠军的争夺。由于蒙托亚的退赛，雷诺比迈凯伦多拿了2分。最后一站蒙托亚的爆缸更是让迈凯伦把制造商冠军拱手让给了雷诺。纵观全年， Kimi 和头哥同样有6场胜利，但积分却差了11分。对于 Kimi 来说，又是一个遗憾无比的赛季。不过在我看来，最遗憾的还是2003年，迈凯伦的 MP418 研发失败， Kimi 开着一台改进过的 MP47D 差点提前掀翻了法拉利王朝，仅仅以2分之差惜败舒马赫，罪魁祸首却依然是那梅奔引擎。不过 Kimi 也不用等太久，再过2年，去到法拉利的 Kimi 就会收到老东家迈凯伦献上的一份大礼。这个 Kimi 口中机缘巧合拿下的世界冠军，或许也弥补了 Kimi 这几年的遗憾。